这一个网虽然短一点，但是收获看起来还可以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打彪哥，现在准备过去捞我们这一趟外海放网的第3个网啊。第3个网的位置就比较近龙虾窝的位置了，离得比较近。网是放在海底的暗礁上面，也算是礁石区的位置了。先上来一条小香头，这一个网的第1条渔获啊。今天总体的收获都是一般般。第2个网会好一点，第1个网就比较差了。然后这一个网拉完就海里面剩下1个网了。先看一下这一个网的收获怎么样吧。第2条渔获是一条小剥皮鱼啊，今天拉上来的小剥皮数量就很少了。前面2个网平均1个网都是上来个5、6条吧，差不多。但是今天拉上来的小剥皮是比较大条的，而且肥度还是挺高的，比夏天的时候要大条很多。但是即使再大也大不到哪里去，最大也是差不多半斤左右吧一条。毕竟小剥皮是小型鱼类，长不大条。这里来了一条海鲤鱼啊，好像是今天的第1条海鲤鱼吧。我记得前面2个网好像也没有捕到海鲤鱼是吧？现在的海鲤鱼肥度还行的，而且还是比较大条的，不管清蒸红烧味道都不错。鱼这里倒是3、4条渔获一起上来啊，几条夹鲫鱼，1条香头跟1条这个泥猛鱼啊。哦，这条夹鲫够大条够肥啊，你看一下。这一条是夹鲫，不是真鲷哦，看起来应该是要达到8两左右的规格啊，而且肥度是比较高的。感觉这一个网的效率还可以哦，连续的都有渔获上来。1条后甲鱼被咬断掉了，应该是被螃蟹给咬断掉了，不可能是被网给夹断掉的吧？超大！这边渔获还可以啊，而且拉上的渔获种类也是比较多，泥猛鱼都来了2、3条了。这一条是真鲷啊，刚刚那条是夹鲫，而这条是真鲷了，都是这种1斤出头的规格的真鲷。这种规格的真鲷更适合拿来清蒸或者红烧啊。瞬间这个网的收获还是挺不错的，网才拉没多久，已经有个7、8斤渔获了，我感觉。而且都是好几条渔获一起上来的，这样子这一个网应该要比前面2个网的收获要好一些了。看来靠近龙虾窝的位置运气还是挺不错的吧？不知道等一下能不能拉上来几只龙虾呢？毕竟以前在龙虾窝的位置是经常都有龙虾上来的，有一次是直接拉上来了10几只龙虾上来呢。大泥猛鱼来1条啊！最近的泥猛鱼还是挺肥的吧，而且是又大条又肥的那种。天气也是开始降温了，应该差不多可以开始放大网了。不过听别人已经开始放大网的那些人说，现在的大货也不多，但是也是有一点的，所以我们也要考虑一下，看是先尝试着放大网，还是等别人收获多了再开始放大网呢？实在不行，还是先尝试一下吧。毕竟钓客的季节也到了嘛，放大网的话怎么都能捕到一些真鲷、黑鲷之类的吧。像上一个网来了那么多1斤多的真鲷，大网也是可以捕得上来的。刚说完啊，这边就来了1条这种规格的真鲷了，而且越后面的真鲷是越来越大条的，水温越来越冷，它那个真鲷就越来越大条了，数量也会多很多。小剥皮鱼来1条啊，今天的小剥皮鱼估计没有几斤了。又上来了一个刺豚鱼，今天刺豚鱼就比较多了。今天这种1斤左右规格的真鲷也比较多。像这一种规格的真鲷，上一次卖鱼排1斤是40几块钱到50块钱之间。咦，这里倒是来了1条海鲤鱼，看起来还挺大条的呢。今天捕到的海鲤鱼数量比较少啊，好像也就4、5条吧，差不多。但是这条海鲤鱼看起来还是挺肥的，简单的清蒸一下，其实味道就挺不错的了。海鲤鱼红烧味道也不错，因为它是成蒜瓣肉的，红烧一下还是比较香的。这一个网的渔获感觉也不少啊，应该跟上一个网的收获差不多，比第1个网要好一些，但是始终就没有上一次外海的收获那么好。
相对鱼货会大条一点的。后甲鱼也来了一条啊，这种后甲鱼肉还是比较嫩的，而且捕到的数量也是比较少啊。但是这种后甲鱼的价格也不高啊，一斤好像也就20块钱左右而已。我觉得味道还行啊。我觉得后甲鱼的味道要比这种香头好吃呢。香头它的味道会比较淡一些，虽然肉质也是比较嫩的，但是吃起来感觉不怎么好吃。但这也是个人口味的问题，也有人挺喜欢吃香头的。但是香头跟黄鲷的味道就相差很多了，价格都相差2、3倍呢。今天捕到的家鲫就没有上一次挖海那么多，可能香头的数量都要比家鲫要多一些。但是今天的家鲫确实比较大条，有的地方也叫做红鲤鱼，我们本地叫做庞仔鱼。大海星还来了一个呢，这一种有8条脚的叫8角星，而不是5角星了。有个10几斤的收获了，先装起来吧，然后拿去冰箱那边保鲜。然后这边继续拉网，上来1条家鲫鱼，2条家鲫鱼都挺大条的。其实家鲫这么大条就算是比较大条的了，再大也大不到哪里去啊，毕竟是小规格的鱼种啊。就像是小剥皮19公之类的，都是比较小规格的鱼种，长不大条的，也不是一些内地朋友所说的什么鱼苗之类的，这是一个认知点来的。所以也不要一看到鱼比较小条就一直喷说什么把鱼苗都给拉上来了，因为这鱼就这么大，而且这种网就是设计来捕这种鱼货的，而且这网眼已经算是比较大规格的了，而且这网的丝线是比较粗的，粗的丝线它就不容易上鱼，这都是知识点来的。这里倒是来挺多家鲫鱼的，而小剥皮就上来了1条而已，感觉鱼货的效率还是可以的，空网的时间也不多。家鲫普遍是3、4两规格的比较多，这个位置相对比较大条。小岛旁边普遍是2两左右比较多，其实3两以上的家鲫算大家鲫了，所以3两以上的家鲫它的价格会高一点，然后半斤以上价格又不一样。这里倒是拉了一整片的渔网都没有鱼货上来啊，一片渔网大概是40多米，所以说跑得太外面的资源感觉还是比较差一些啊。不过下一个网就是龙虾窝的位置了，不知道有没有龙虾呢？已经有1整年的时间没有在龙虾窝的位置放过网了，所以我还是蛮期待的吧。最多的一次在龙虾窝放网捕到了10几只龙虾，虽然都是那一些小青龙啊，但是本港小青龙价格还挺高的，那一种半斤到8两以下的1斤就可以卖到200块钱了，而8两以上到1斤价格就更高。一般本港野生小青龙8两以上的价格就要卖到300块钱左右了，1斤以上的价格就更高了，这个也不用说了吧。这边是连续的拉不到鱼货哦，这是咋回事啊？还差点以为这个网是大网呢，连续的不上鱼货，拉了挺久的网啊，就上来了1条黄鲫上来而已，鱼货也太少了。这下真的是鱼货不够10头来凑了，网差不多也是接近尾声了吧，5000多米的渔网啊，就剩下海里面那个渔网1000多米。今天的刺豚鱼倒是拉上来了好多个了，我们这边没人要的。再来1条真鲷，这个网也是捕上来好多条这种1斤多规格的真鲷了，还挺肥的呢，拿来清蒸绝对好吃，红烧也不错。这个网的泥猛鱼好像也没拉上来多少啊，香头家鲫相对会比较多，不过解泥猛鱼依然还是要小心一点才行啊，它的刺有微毒啊，还是不要被它的刺刺到了。看到这附近也是有一艘渔船在作业，
看来到这附近作业的渔船也是不止我们一艘哦，还以为今天就我们跑得比较远这边过来呢，结果看过去附近还有一艘渔船在那里作业呢，好像也是放网捕鱼的渔船。今天也是拉上来了好几条活点鱼了，可能这个位置的活点鱼会有一些，但是今天为止好像没有捕到一条英哥鱼哦。平常这个位置的英哥鱼挺多的呀，而且现在也是差不多快到了英哥鱼的旺季了。依然还是香头比较多啊，然后就是夹鲫鱼，大条的鱼还是比较少的，所以还是在想要不要放大网的思想上徘徊不止呢。其实也不用想太多了，下次就直接带大网过来，直接把大网放到海里面去尝试一下，说不定就有大货上来呢，是不是？运气好的话什么都有，说不定一放大网还能捕到一些大红帮上来呢，是不是？小网始终还是没有什么大红帮的，说不定一放大网，大红帮就过来凑热闹呢，是不是？大网拉网的话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鱼货上来啊，但是一上来了，基本全是大货了。所以来说，放大网其实还是挺期待的吧，毕竟捕上来一条大货就要顶好几斤的小条鱼货了，更别说值钱的大货。不过今天确实也没有什么大货上来啊，上一次外海好歹还有大金枪鱼呢，这一次最大条的也就是这些1斤多的正鲷，来了一条黄鲫还挺大条的，估计要达到7、8两了。好像黄鲫的季节也是快到了哦，到时候黄鲫就是成群结队的出来游动了。好的，然后这一边这一个网也就拉完了，海里面就剩下最后一个渔网了。这个网的收获也是一般般吧，差不多拉上来的也是30、40斤渔获而已啊。然后就准备过去拉今天的最后一个网了。好了，这一个网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，最后一个网跟回去卖鱼的视频就下一期再分享给大家看了。我是拿的彪哥，还要请大家给我点点关注，观看下一期精彩的真实外海捕鱼视频哦，谢谢大家。